走！滚远点，别影响老子做生意。叔叔，我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求您发善心，给我们口吃的吧。我管你几天没吃饭，老子这里不是福利院，2个小乞丐，滚远点！哎，老板，给孩子们做2碗面吧。哦，我有钱。这才对嘛，只要掏钱随便吃。走，进去吃面吧。吃吧。怎么不吃啊？怕我给你们下毒啊？你们这个年纪怎么没有去上学呢？我们没有爸爸妈妈，交不起学费。阿姨，我们也想上学，可我们连饭也吃不起。孩子们，要不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吧。我虽然不富裕，靠扫大街为生，但是至少不会让你们再挨饿受冻。节约一点的话，还能供你们上学。你们愿意吗？愿意，我们愿意。谢谢阿姨，不对，是谢谢妈妈。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了。好，以后啊，我就是你们的妈妈。谢谢妈妈给我们了一个家。家。妈妈不久前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跟你们现在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的。是我要感谢你们，是你们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。给你上月的工资。谢谢经理啊！刚刚小新啊说吃过了白水面，想改善伙食，正好俩孩子下学期的学费也该交了。你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还敢收养2个小孩供他们上学？你真把自己当活菩萨了？你不知道，俩孩子学习成绩可好了，我苦点累点都是值得的。谢谢经理啊，那我先走了。没见过这么傻的人，自己都过苦日子了，还要收养2小孩。唉，来，吃面。小新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妈，我想吃肉，有肉呀，妈妈还给我们买了海鲜呢。小新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月的工资给你们交了学费，等妈下个月领了工资，带你们吃大餐。好吧。妈，这周同学举办夏令营，每人交1点钱的那种，我也想去。多少钱？3000。那么多？小星，妈妈赚钱很辛苦的，我知道妈妈赚钱很辛苦的，就是我从来没跟同学一起玩过。我算了妈，我不去了。没关系，机会难得嘛。跟同学们好好相处。谢谢妈，谢谢妈。快吃吧。唉，这个月吃喝又没着落了，还要找几个兼职才行。妈，我吃饱了，我要去学校了。哎，慢点儿，小新呢？好几天都没看到他了。妈，小新在学校呢，等你下午去了毕业典礼啊，你就可以见到他了。好，你俩呀都是清北的毕业生，妈为你们感到自豪，一定会准时到的。好，我们等你。哦，对了，妈，你生日快到了，我和小新啊都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，到时候呀一块儿给你。跟你妈我还客气啥呀？妈，我们能有今天，全靠了您当年收养了我们，
所以啊，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。好，好，好，赶紧去上学，别迟到了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嗯。夫人，夫人，15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请你跟我回林家吧。我不是你的夫人，夫人，我的好丈夫，你们的好董事长。当年为了跟小三约会，耽误接我儿子放学，导致我儿子一个才7岁的孩子，就这么滋生过。你觉得这个家还有可能回去吗？夫人，董事长昨晚若冰去世了。什么？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。夫人，董事长一直对小少爷的意外和对您的伤害深感后悔。他在弥留之际流着泪说，一定要将你找回来。他已经把资产转移到您的名下，您现在是林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再说，林氏集团是您一手做起来的，也是您的心血啊。夫人，小少爷当初那么懂事，那么聪明，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也不希望您过得如此的寒酸。夫人，我们需要你，林氏集团需要你，让我们回去吧。是啊，生活还要继续。小雨、小新也快毕业了，我这个当妈的也试试工作，认认真。好，我跟你回去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还要做一件事情。太好了，夫人，您有什么事吩咐我就行。不用，我要亲自去。你也去趟清北大学，找到赵周宇和赵鑫的2个毕业生，给他们安排一份年薪不低于100万的工作，招他们为管培生，作为集团未来的高管培养。是。这2份工作就当是我送给小雨、小新的毕业礼物，希望你们开心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年咱们毕业典礼的主办方竟是林氏集团，就是那个京城第一财团林氏集团。哎，自从林家那个号称商业天才，带领林氏集团白手起家的夫人突然失踪之后，这林氏集团可沉寂了好多年。看来这次林氏集团是有大动作了呀。那是甄甜姐代表林氏集团来的。听说林氏集团今年要确定2个管培生的名额，直接作为未来的高管培养。我们肯定是没戏了，这其中一个名额啊，肯定给赵鑫了。田姐，哇，田姐真美啊！这年轻就是好啊。多亏了田姐，我才能够进入林氏集团。今晚我就好好伺候你。懂事儿。小倩，过来一下。田姐，这个是我的兄弟小雨，那我跟他说2句话。也是一表人才的，去吧。怎么了，小倩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和他什么关系？小雨，你连他你都不认识啊？她可是林氏集团最重要的合作方田姐呀！悄悄告诉你，她身价几10亿呢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合作方都这么有钱，但咱们进入了林氏集团内部，成为高管，那岂不是能逆天改命吗？小新，你要谈恋爱这是你的自由，可是他年纪都和咱妈差不多大了，你这才刚大学毕业啊！小雨，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只要能帮助咱们进入林氏集团，年纪又算得了什么呀？那可是林氏集团呀！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没有贵人相助，咱们2个这辈子连京城第一财团的门槛都跨不过去。小雨，你就甘心过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？反正我是穷怕了，穷够了，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。我要改变我的生活，所以我要抓住一切能让我翻身的机会。
小谢，谁不想过好日子呀？但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，通过正当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你可别忘了，我们都是万里挑一的清北毕业生。清北毕业生。小雨，你就是在学校待太久了，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？没有财力，没有背景，就算你是名校毕业生又怎么样？挤破脑袋也只能去公司当个牛马，拼死拼活赚那么点钱，到最后不还是个社会底层吗？你好好看看这，今天这林氏集团管培生的名额，如果不是天界发话，你觉得咱们会有这样的命吗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们一定要珍惜啊！要是妈也能和天界一样，这么有钱有势，能有林氏集团的背景，我才不需要这样做。你以为我伺候那些富婆我就容易吗？我每天晚上……小谢，你还埋怨妈？是我们以前日子是过得很辛苦，可是妈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，她没有让我们挨饿受冻啊。你可别忘了，要是没有妈，我们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小雨，你就别再说那些没有用的了，行吗？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，于情于理，我也该拉你一把。待会儿田姐会认我做干儿子，以后一起认她这个干妈。等成为林氏集团的管培生，这辈子我们都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，再也别过苦日子了。小谢，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。妈养育了我们15年，你现在就认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当妈，你怎么想的？妈要是知道了，她多伤心啊！还有，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应该让她开心。行了，这些话絮絮叨叨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，礼物我已经准备了。给，这怎么了？这可是我找了好几个两元店才买到的，正好适合妈。天天扫大街，指甲弄得脏兮兮的，正好给她收拾收拾。妈每个月累死累活给你2000多生活费，我的那份也给了你，你就给她买了一个2块钱的东西，你还嫌弃她扫大街？妈就是靠扫大街才养活了我们。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在乎什么贵不贵的？小星，田姐，你妈是扫大街的，看你白白净净、清清爽爽的，也不像小地公的儿子。哦，田姐，那个不是我亲妈，只是收养了我、养母而已。我能有今天，全靠田姐的保全。小谢，田姐，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10天，这是我送你的纪念礼物。来自于 Burberry 的宝石项链，花了我小1万，田姐看看喜不喜欢？不错，虽然是个便宜货，但是肯为我花心思，很好。田姐喜欢就行。赵星，你拿着妈的钱买了个这么贵的东西，就为了讨好一个才认识10天的女人？你疯了！你知道妈赚1万块钱有多难吗？你还有良心吗？你把嘴闭上，别胡说八道。这么贵的东西，果然穷人的思维就是这么狭隘，野鸡也生不出龙凤。小星啊，我之前告诉过你，要想做我真甜甜的干儿子，在林氏集团平步青云，最好不要有那些拖你后腿的穷亲戚，况且还不是亲的。你说对吗？田姐说的对。赵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想认我了？这话又不是我说的，我现在只是有了更好的选择，不希望被人打扰而已。打扰？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，供我们读书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小雨，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田姐是什么人？她能带我们进入林氏集团，能让我们成为人上人，而妈呢？她能给我们什么呀？连顿像样的饭都给不了，只会拖我们后腿，只会带着我们过那些穷苦的日子。我只是想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所以对你来说，名利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但凡有点良心，都说不出这种话呀！周宇，你回头看看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这10里红毯上走来的，受万众瞩目的，如果是我们，那会有多风光啊！
妈，你来了。妈，外面很热吧？妈没事儿，恭喜你啊，毕业了。谢谢妈。小星呢？小星她……小星，儿子，儿子，小星，恭喜你啊，毕业了。哦，这些年你跟小雨读书啊，都辛苦了，咱们母子三人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对了，趁着你们今天毕业啊，妈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赵鑫的妈真的是扫垃圾的，赵鑫看着挺光鲜的，没想到他妈这么寒酸，确实挺丢人。小星，妈跟你说话呢。看我干什么呀？做你该做的事儿。你别忘了，你能有现在，是谁给你的？妈，您先回去吧。今天是我的毕业典礼，你这样，我恨你。哎，你好多天都没回来了，外面的饭菜吃不惯吧？妈给你们带了好吃的。谢谢妈。小星，不吃你拿回去吧。这可是你最爱吃的辣椒炒肉盖饭。我真不吃。哎呀，拿着，先吃点。哎呀，拿着。不吃，我不吃。哎呀，拿着。够了！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都说了我不吃不吃，你干嘛非得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啊？顾总，我们还有5分钟抵达，夫人已经到了，不过典礼还未正式开始。我让你调查的2位毕业生身份核实清楚了。核实清楚了，周宇跟赵星是夫人15年前收养的养子，夫人靠扫地兼职把他们养大。夫人当年因丧子之痛，愤然离家出走，能坚持整整15年。我估计也是因为有了这2个孩子，生活才有了希望、期望。他们也不错，既然能从清北毕业，确实是值得培养的人才。他们以后就是我林家的少爷。是，我将吩咐下去，让林氏集团给予最高规格的优待。再快点，让夫人和少爷久等。是。赵鑫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该问问他在干什么吧。这是什么场合？这可是林氏集团举办的毕业典礼，他拿这么一堆廉价玩意儿过来，不就是故意让我丢脸吗？不是，小星，妈只是怕你跟小雨饿了。我饿了。从小到大，你总是这样，总是做一些感动自己的事儿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有这功夫，你还不如多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多赚点钱，也不至于让我和小雨一直跟着你吃苦，一直给我们丢脸。你别听他的。以后小星就是我的干儿子，跟你这个扫大街的没任何关系。什么？小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认我了？啊，我说您能不能别总是这么极端啊？什么认不认呀？田姐一句话就能给我你穷尽一生也给不了我的，我只是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罢了。我是林氏集团的合作方，与林氏集团合作密切。我一句话就能让小星成为林氏集团的管培生。就算你天天扫大街，应该也听说过林氏集团吧？多少人为了一个普通职位争得头破血流，而小星跟了我，就能立刻在林氏集团身居要职，未来更是林氏集团的高管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听见了吧？成为林氏集团的高管，年入1000万都是小数。小星，你就因为这个，你就给我……就因为这个，妈，我的好妈，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就因为穷，就因为有你这么个妈，因为有你这么个扫大街的妈。你知道我这些年受的是什么样的欺负，什么样的委屈吗？你知道我被多少人都瞧不起吗？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进入林氏集团的机会，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梦寐以求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，你就一句，就因为这个，
你这个无能的、不能给自己儿子好生活的妈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？妈，赵鑫，你疯了！你但凡有点良心，都说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。你少来这套！明明就是他没钱，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让我跟着他过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。我这么说有错吗？错的是她只是个扫大街的老女人，错的是她没本事，连给自己儿子铺路的能力都没有。赵鑫，你太过分了！小希，以前妈是没有能力，但是妈已经尽我所有的努力，给了你我的一切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口叫我妈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在心里发誓，我一定会拿我的一切来照顾你。这么多年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一句重话？你有什么我没有权利去满足你？是现在，你真的要为了一个明明凭自己就能得到的情，抛弃一路走来真正的亲人？行了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来人！赵兴，既然今天你要断亲，那就彻彻底底的断干净，不要犹犹豫豫的舍不得下手，否则我也不敢全心全意的帮你进林氏集团。赵鑫，你要干什么？她是你妈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妈！赵鑫，你个畜生！畜生！赵鑫，你为了这一点的诱惑，堕落至此，连最亲的人你都下得去手。我15年前收养你，真是瞎了眼。你早晚有一天会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。我后悔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一个扫地工怎么让我后悔？我干妈给了我林氏集团管培生的名额，你能给我什么呀？林氏集团管培生需要林氏集团董事长亲自签字，连一个区外部合作方也能决定人选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。贱人，还敢瞧不起我！你们给我打！我死里打！妈！妈！小雨，赵鑫，赵鑫，快求求他，让他住手！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这么打呀！我说过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况且，我现在已经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得罪我干妈就是阻挡我进入林氏集团的路，我凭什么帮你？继续。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了。好，以后啊，我就是你们的妈妈。一个扫大街的，一个林氏集团合作方，拎不清身份差距，纯属活该。田姐这种身份，想收拾谁，实力只有躺在地上认命的份儿。以后啊，他们只能仰仗田姐和赵鑫的鼻息苟活了。妈！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妈！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绝不纠缠，求求你别打了！周宇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再敢对我干妈不敬，你们就只能躺着出去了。行了，别脏了今天的典礼现场。等会儿顾总还要亲自来接人呢。
看清楚了吗？赵兴是谁儿子？他在乎的是谁呀？怎么，看你这样子还不服气啊？我以前是因为跟你要钱，所以才叫你一声妈，你真把我当你儿子了。现在我是堂堂林氏集团的管培生，已经不屑于你的三瓜俩枣了。你和周宇两个穷鬼有多远，滚多远！赵鑫，你原本可以有更好的前途，但是现在你亲手毁了他。有林氏集团的背景在，小新的未来只会走得更高更。没错，只有我干妈才能带我进入林氏集团，成为人上人。而你这个永远都上不了台面的环卫工，这辈子就只有龟缩在环卫站与臭气熏天的垃圾一半。滚！这辈子别再想和我产生任何瓜葛。知道是15年的岁月错付了。既然你说跟我毫无瓜葛，从此以后，你我狠夺一拳。秀！我马上就能成为林氏集团的管培生，第一财团的未来高管。你和我之间已经是云壤之别。一个扫地工怎么想的，我根本就在。夫人。是林氏集团顾总顾素行。外面那台限量版的劳斯莱斯是顾总的专属座驾，小小的一个毕业典礼，竟然把顾总这尊大佛请过来了。顾总，您来了。您安排的事儿我已经办妥了，顺便呢还解决了点小麻烦。您放心，今天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敢在这次的典礼上闹事儿。您一定就是大名鼎鼎的顾总了吧？久仰久仰，今日能够见您一面，我此生无憾呐。传闻中顾总号称京城第一帅，天宇一见，名不虚传啊！如今像顾总这样帅出天际又有能力的男人，可真不多见了。不是不多见，是整个京城唯顾总一人而已。看来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林氏集团也不过如此。他们都在欺负我们，这种公司，我们不去也罢。小雨，夫人，夫人，小雨现在对林氏集团有点误会，还是先不要告诉他我是林氏夫人。顾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赵兴，我已经考察过了，绝对是个人才，把他当成咱们公司的管培生培养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林氏集团总裁亲自迎接，这赵兴前途无量啊！有了这顾总和田姐的照顾，这赵鑫啊进了林氏集团，不就平步青云了吗？真羡慕啊！不管了，先完成夫人的吩咐吧。小希啊，恭喜你！这毕业典礼上发生了一些让我不高兴的人和事，您先回去，明天公司见。顾总，感谢您对我的青睐。您日理万机，其实也没必要亲自来接我的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全力以赴，绝对不辱没集团管培生的身份。闭嘴！我们夫人说了，今天发生的一切让她很不愉快。我们夫人不愉快，就是我不愉快。我宣布，林氏集团今日管培生计划取消。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顾总，顾总，您刚刚还恭喜我来着，这你们自己想想，都做了什么？是你们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前程。顾总，顾总，夫人是谁？在座都是清北大学的学生，
哪来什么夫人？该不会是林氏集团的林家家母一直在这里吧？啊，我们都没见过那位夫人长什么样，怎么得罪她了？肯定是林希月跟周宇闹事儿，被夫人看见。可恶！早知道就不该让那个扫大街的进来。要不是他，顾总也不会大发雷霆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妈？毁我前程，你们都该死！干妈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以后还能不能进林氏集团啊？没事儿，顾总是位高权重，但是我在集团里面的话语权也不低。集团那么大，顾总不可能面面俱到。就算今天不是管培生，但是只要有我为你铺路，你照样能进林氏集团。谢谢干妈，干妈对我的恩情，我没齿难忘。干妈，我最近健身颇有成效，干妈有空的话，可以帮我减一减。好啊，那我倒想看看你最近的努力。好啦，今天大家就先散了吧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别破我儿子！一个破扫地工把自己看得还挺高啊。周宇，我看你也是一表人才，看着自己的兄弟跟着我过上人上人的日子，是不是很羡慕啊？我也给你一个跟着我的机会，只要你跟这个穷妈也撇清关系，叫我一声干妈，我也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周宇，你林氏集团管培生的机会已经没了，这是你唯一改变阶级的机会。只要你跟了我，也能跟赵兴一样有数不清的机会，否则你就只能回去跟着你这个妈去扫大街了。林希月啊，现在你2个儿子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，你明白跟我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了吗？小幸，你不说2句？周宇，我刚刚就已经劝过你，跟我一起伺候干妈，进林氏集团共享荣华富贵，它不香吗？跟着这个穷妈，你有什么前途？现在正确答案就摆在你的面前，如果你还选择错的话，那就只能说你脑子有问题。没事，妈。赵兴，我不是你妈对我的好，我周宇这辈子都不够偿还。人上人，改变阶级，我不在乎。你还真是不知好歹啊！在你眼里，名利就是一切，就可以罔顾亲情道义。我明确告诉你，你想错了。我不是赵兴，我没有他这么下贱。我不会为了你这些所谓的条件放弃我妈，来给你做这个小白脸。只要能让我一直陪在我妈身边，就算我当个环卫工又怎么样？我妈就是靠这份工作养活了我，我以这个职业为豪。在我心里，你就算再有权势又如何？你根本就不配和我妈相提并论。小雨，谢谢你，只有你才配拥有林氏集团的一切。你说我不配跟这个破扫大街的相提并论，老娘能直接拿去把你们砸死，你信不信？信，但就算是死，都不可能和我妈分开。干嘛？周宇他就是一个眼盲心瞎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你千万别跟他计较。他现在才刚毕业，等过段时间他就会知道，没钱没背景，还不如做条狗。也是，等你入职林氏集团，身居要职，你这个兄弟还不得嫉妒死？到时候你也只能趴在地上给我舔鞋。小幸，明天我带你去见林氏集团的高管，保你顺利入职。谢谢干妈。你们看到了吧？你们这辈子都没资格接触到的林氏集团高管，我干妈随便一句话，她就能办到。等着后悔吧。走。妈，我
不去林氏集团也没有关系，我有清北毕业生的身份在，不怕找不到好工作。小雨，其实你也不用对林氏集团那么失望，那么大的一个企业，有一些狗仗人势的蛀虫啊，很正常。管培生的身份没了不要紧，你可以直接去面试。好的，妈。妈，这不是你一直佩戴的小金锁吗？这个是我亲儿子的遗物，现在把它交给你，你带着它去面试，他们会妥善安排你的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林氏集团怎么可能专门为我安排工作呀？妈是在安慰我吗？妈，我相信你和弟弟一定会给我带来好运的。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好好面试。我一定要努力进林氏集团，这样妈妈以后就不会这么辛苦了。周宇，这不是周宇吗？顾总已经取消了你的管培生名额，你还有脸来这儿啊？是你们？这可是京城第一财团林氏集团的大门，你穿的这么寒酸，也配进这儿？林氏集团公开招聘，我应届生身份来面试，有什么不配？周宇，我发现你还真不是一般的蠢。公开二字向来都是笑话，你不像我，没有背景，谁会拿正眼瞧你啊？周宇，你知道我今天带赵鑫来见什么人吗？林氏集团的人事主管，林氏集团的招人他说了算。你觉得你跟赵鑫谁能进林氏集团呀？看到了吗，周宇，我有干妈相助，进入集团那是轻轻松松的事儿。至于你啊，不过就是一坨衬托鲜花的牛粪罢。既然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好好侍奉干妈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跟着你那个穷三妈去扫一辈子的大街，别再妄想进入京城第一财团。就算扫大街，也比你这种趋炎附势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强。周宇，等你明白你们这辈子就只能沦为下等人，连吃饭都要看我们这种上流人的脸色时，你就会发现你的选择是错的。既然来了，总要试一试。小顾啊，你觉得我把小雨作为集团未来的接班人培养怎么样？夫人，周宇少爷知恩图报，面对诱惑能坚守本心，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都非常出众。我觉得您的选择非常明智。但是呢，也不能太操之过急，先让他来集团面试吧。好。面试官您好，我叫周宇，我是清北大学应届生。妈，怎么，很吃惊啊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您能来陪我面试，我很高兴。但是这个应该是老板的位置，咱们可不能乱坐呀。你快起来，要是被人发现的话，我们就……周宇，你竟敢擅闯林氏集团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穿得人模狗样的。你还叫他妈？对不起，干妈，我一时嘴快。林希月，你还不赶紧滚！赵兴，我养了你15年，你现在都直呼我名字了。你旁边这个干妈就是这么教你尊重恩人的？你算个屁的恩人啊！你给过我什么？当初是我求着你收养我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心里的恩人永远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干妈。林希月，
你胆子还真不小啊！我第一次见有人敢偷溜进我们公司，还敢做董事长位置的人。看来昨天没被教训够啊！妈是来陪我面试的，是我叫她来的，你们别为难她。还敢提面试的事儿？那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死了这条心。谢主管，进来吧。田姐，谢主管，可以公布了。田姐，这事后30万立刻到你账上。谢谢田姐，谢谢田姐。赵鑫啊，你的能力呢，我们公司已经认可了，不用面试了，直接来我们林氏集团吧。感谢谢主管，感谢干妈。至于你，面试没通过，滚吧。我都还没面试呢，怎么就没通过了？我堂堂林氏集团人事部主管，我说你没过，你就没过。一个小小的毕业生，竟然敢质疑我！你们分明是在权钱交易。是啊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谁让你和你这个好妈妈一样，都是些穷鬼？我就当着你的面交易又如何？周宇，这就叫做差距。你要是跟了我，已经进林氏集团，可惜呀，你现在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好啊，胆子挺大呀，敢当着我的面以权谋私，大搞权钱交易。你把集团赋予你的职位当什么？谋取私利的工具吗？你谁呀？谢主管，他就是一个臭扫大街的。看他儿子没有进林氏集团。吓死我了！听你的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林氏集团董事长啊！一个下人竟然敢教训我，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啊！赵鑫进不了林氏集团，我说的。就凭你！我现在宣布，周宇正式入职林氏集团，成为林氏集团董事长秘书。疯了呀！我看你是彻底疯了吧！一个臭扫大街的，你居然敢跑到林氏集团任命职位？李旭，你该不会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吧？董事长秘书这么重要的职位，连我这个人事主管都没有权利任免，就凭你还是赶紧扫你的大街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啊！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对我们大放厥词？那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谁敢骂老娘？顾总，您怎么来了？顾总，顾总，来面试的都是些新人，不值得您浪费时间，这儿有我就行了呀。夫人有吩咐，叫我过来看看。顾总，这个扫大街的臭女人，胆敢坐在林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，您可千万别放过她。没错，就这种低贱的下等人，把椅子都弄脏了，必须让他赔。都给我闭嘴！看到了吧，你们把顾总惹生气了，你们完了。妈，没事。顾总，是我叫我妈来陪我面试的，她不懂这里的规矩，有什么赔偿我来承担，您千万不要为难她。谢主管，顾总都要收拾他们，那你觉得他们说的话，顾总还会信吗？你就放心吧。你就是周宇啊，别紧张，我今天过来是给你办理入职的，明天下午你就可以正式进入林氏集团。我仅代表林氏集团欢迎新任董事长秘书。顾总，什么？顾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董事长秘书的职位怎么能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当呢？他对集团内部的了解恐怕还不如我这个外人吧。你还知道你是个外人？林氏集团的安排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三道四了？顾总，他周野还是一个被扫大街的臭女人收养的野小子，又脏又臭，一身穷鬼味。你怎么能让他胜任如此高的职位啊？夫人亲自安排，有问题？夫人安排的。赵兴，你跟林氏集团根本不搭边，要面试，
去楼下。我已经通过面试了。哦，是吗？是谢主管刚刚。我知道，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部都听见了。不错嘛，以权谋私都这么嚣张了。谢主管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顾总，我看来在夫人回归林氏集团之际，我得好好清理一下公司集团内部的蝇营狗苟了。谢东来，你被开除了，立马卷铺盖走人。顾总，你手下留情呀！我还有一家老小，都是他们。再废话一句，我让你这些年在林氏集团吃进去，全部读出来。赵兴，你的录取资格作废了，同时进行集团封杀，以后林氏集团绝不会再录取你这种人。什么？干嘛？凭什么他周宇一个废物能当上董事长秘书，而我却要被集团封杀？这怎么办啊？干嘛？顾总，这个惩罚是不是太严厉了？小新他不比周宇差呀。还有你一个外部的合资方，既然敢勾结林氏集团高管，你想干什么？造反吗？顾总，您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。行了，近期你和林氏集团的订单撤销。什么？不行啊，顾总，那笔订单价值50个亿，你突然撤销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甄甜甜，我已经算是宽宏大量，我要是走司法程序，你和姓谢的都得吃牢饭。滚开！操！顾总，且不提我们的事儿，这个老女人又酸又臭，刚刚玷污了董事长的位置。你也在她的手底下做事，总不能放任不管吧？哦，那你想怎么做？至少要让集团保安把她狠狠收拾一顿，然后轰出去。赵兴，你知不知道林氏集团董事长秘书是什么职级？那是仅次于我这个总裁的存在，很多时候他都能直接影响董事长的决策。所以周瑜想带谁进来就带谁进来，这是集团给他的权利。而你，赵兴，一个被集团封杀的废物，也敢管林氏集团董事长秘书？你还瞧不起周瑜和他的母亲，你也不想想林氏集团董事长秘书，你也比不上。你说我比不上周宇？没错，从你做出选择那一刻开始，你这辈子都永远比不上你原来的兄弟。你胡说！怎么想打我？顾总，我刚刚就只是……还不滚！走吧！周宇，快去办理入职吧。啊，好，谢谢顾总。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会发光的。我先去楼下等你，咱们就好好庆祝一下。妈带你吃大餐。好。夫人，为什么不直接一口气解决掉那2个蠢货？我要看看他们怎么自取灭亡。我要让那个白眼狼慢慢的明白，他到底失去了谁。也是，他那么对您和少爷，不能让他们死得太容易。行了，先去忙吧。妈，你看，我有工作了，我能赚钱了，我终于可以让你享福了。恭喜你啊，小雨。走，咱们今天啊吃真正的大餐。好。怎么会？顾总怎么会对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学生这么青睐有加？而且顾总不是说是林家夫人、林氏集团董事长亲自下的命令？可林家夫人又怎么会这么看重周宇？都叫夫人了，年纪肯定也不小。我看呀，就是这老女人看上周宇这个小白脸，周宇肯定是和林家夫人勾搭在一起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岂不是更被动？堂堂林家夫人，林氏集团的话事人，顶多也就玩玩罢了。大家也不过是投其所好，所以才会帮那个小白脸说话。等玩腻了，周宇
我照样是个没人要的垃圾。有道理啊。可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一个小白脸害我丢了50亿的大单，不会放过他。跟上。来，妈。妈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的秘书，以后啊，再也不用去环卫站工作了。妈，我不是嫌弃你的意思啊，我只是觉得，因为我们操劳了半辈子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所以以后啊，你就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我。好，有你这些话呀，妈已经很开心了。但是呢，你也别光顾着我，好好找个女朋友，早点结婚，妈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妈，在你还没有真正享福之前，我是不会去考虑那些的。这孩子。干妈，你看，这两个穷鬼还真敢来这种地方吃饭。哎呦，真有意思啊！有些人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真把自己当上流社会的人了。两个穷精致，好大一个董事长秘书，你真了不得！班没上，工资没发就装上了。没有我干妈这样的财力，你们也配来这种高档餐厅吃饭？我和我妈来这吃饭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你们知道鱼王府是什么地方吗？那是林氏集团投资的高端餐饮品牌，他们家的老板是我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。我表哥在这里当经理，我才勉强在鱼王府说得上话。你们这种货色算什么东西啊？所以呢，我不沾点亲带点故，还不能来这儿吃饭了是吧？鱼王府有一道馅料是要竞标的招牌菜，名叫贵妃红。正是因为这道菜，才让鱼王府成为京城第一酒。周宇，我看你很不爽，你有本事就把贵妃红开下来。堂堂董事长秘书，该不会连一道菜都吃不起？我才懒得跟你们玩这种小把戏。没钱就明说嘛，这每天限量的贵妃红可是天价，敢拍却没钱付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今天你们两个就看好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有钱人，不是你一个靠舔老女人臭脚上位的小白脸能比。找死！各位贵宾，今日贵妃红拍卖仪式正式开始。起拍价20万，请出价。我出20万。还得是我干妈呀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提前给表哥打过招呼，今天不会有人跟你抢。30万。林希月，你一个臭扫大街的，一个月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，你还敢喊价30万？一个破扫地的也敢死要面子？鱼王府老板是什么身份？得罪了他，一个董事长秘书的身份，可好不了你。妈，这你不是跟他们说不一般见识吗？这30万一道菜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我们10多年都花不了这么多钱啊！小雨，有些人会把你的容忍当做忍辱，所以有的时候就该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不是可以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行啊，那我就看你们怎么死。我出31万，40万，41万。无聊。
不敢跟了吧？60万。妈，林希月，我说你还真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以前一块肉你都得分3顿吃，现在居然敢花60万拍一道菜，你装什么大尾巴佬啊？蠢货，想装是吧？我成全你，我不拍了，你们等死吧！女士，恭喜您拍到今晚的贵妃红，请先结账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没有这么多钱，我没有那么多现金，刷这张卡。抱歉，女士，这张卡我不太认识，您确定能付款吗？去请示一下你们老板，他会认的。林希月，我不得不说，你这脸皮真是厚到了一定的境界啊！连张超市礼品卡都敢拿出来招摇撞骗。你以为人家余王府的老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你该不会真以为你的这点小伎俩能骗到人家吧？无非就是拖延时间罢了。哎，周宇啊，你要是想活命的话，就赶紧带着你的好妈妈跑路吧，最好永远都不要再回京城，还有苟活的可能。至于你那董事长秘书的职位啊，就别想要了啊！妈，要不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工作可以不要，但是你一定不能出事儿啊！小雨不急，咱再等会儿。妈，小时候一直都是你为我遮风挡雨，现在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一定都会守在你的身边。周宇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个女人就是想用点小恩小惠拴住你，把你养肥。现在已经到了开宰的时候，因为要点面子就要毁了你的前途，你还管她叫妈？赵倩，我不像你，她养育了我，她就永远都是我的妈妈，我的命都是她的，还用得着算这些？冥顽不灵啊！那我今天就亲眼看着你们是怎么死。还从来没有见过余王府的老板这么着急的模样，他们彻底死到临头还装得跟稳如泰山似的。哎，你心里实际上已经吓破胆了吧？这就是你没钱硬装的代价。老板，那个礼品卡是我的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夫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在我这儿吃饭，你还刷什么卡呀？你真是折煞我了。您在余王府的消费永久性免单。起来吧。天哪，这真是余王府的老板啊！不是说他手眼通天吗？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直接给人下跪了？对面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呢。不可能！他一个臭扫大街的，怎么可能会是什么狗屁夫人？那张卡，连我干妈这种林氏集团的重要伙伴都没有见过，肯定是假。怎么可能会让余王府的老板亲自下跪啊？对呀，他赵庆，以前我溺爱，没有好好教你做人，这一巴掌让你尝尝教训。你敢打我？你不说我还没这么来气了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打过你，这次我就更……我这……你这个恩将仇报，对自己养育之恩的恩人和手足兄弟拳脚相加的白眼狼，就该干嘛救我？贱人！你敢打我干儿子！我……敢骂夫人，找死！还有你，
鸠占鹊巢，威逼利诱夺人所爱。我现在没有收拾你，是因为要看你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地狱。现在立刻滚！别打扰我跟我儿子用餐。我表哥是渔王府的经理，你们经理，哼，得罪了夫人都是死路一条，让你的表哥给我卷铺盖滚蛋！滚！记住我刚才说的话，只要你们以后不再出现在我跟小雨的眼前，还能勉强落得一个好下场，要不然我一定让你苦苦终身。还不滚！夫人，上菜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就不打扰您和少爷用餐了。有什么要求，请尽管吩咐。妈，这老板怎么会对你这么客气啊？小雨啊，如果妈跟你说我其实是一位大人物，但因为一些事情无奈隐藏了身份，你信吗？妈，我从小就在你身边长大，你不是说我觉得你不配啊，就是你的艰辛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你不用一直小心翼翼地照顾妈的情绪，妈都明白。那这渔王府的老板这么客气，当然是因为你啊。我？是啊，你现在可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秘书，那他不得好好巴结巴结你啊？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你现在知道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了吧？妈为你自豪。我有这些都是靠你啊，谢谢妈。好孩子，先好好吃饭吧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他一个扫大街的，怎么一夜之间就翻身变成大人物了？而且那个渔王府的老板，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啊？应该是那张卡的原因。那张银行卡应该是林家夫人的，被周宇弄到了手，所以渔王府的老板就误以为林希月就是林家夫人。对啊，林家夫人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谁认识她呀？不都是姓武说了算吗？没错。干嘛？那咱们现在赶紧去找夫人，举报周宇，就说周宇借着夫人的名号仗势欺人，骗吃骗喝。没用的，若非是夫人相赠，那周宇怎么可能拿得到那张卡？就算我们说了，回头周宇再一吹枕边风，我们照样是个死。不行，不能这样下去。干嘛？那咱们现在算是彻底和林希月母子不共戴天了。如果真的让周宇上了位，那咱不就完了？干嘛？你快想想办法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干嘛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去巴结周宇。好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干嘛？你刚刚说巴结谁？面试的事儿我还能心怀侥幸，但是现在渔王府的老板都开始卑躬屈膝了，这只能说明周宇在夫人面前地位超人，一个顾书行动动手指就能要我的命，更何况堂堂的林家夫人，周宇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得罪的。今天晚上林氏集团为了欢迎夫人回归，会举办晚会，周宇肯定不在，到时候找到他，好好道个歉，讨好一下，说不定那50亿的订单还能拿回来。您让我给周宇道歉，让我讨好他，我不干。你让我给他道歉，我还不如去死。你不同意？对，我不同意。要不是因为你，老娘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。我一个出来卖，装什么高贵？干嘛？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。赵兴，告！如果这50亿订单拿不回来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把周宇哄好了，什么封杀令，他一句话，你就能重回林氏集团。你们毕竟这么多年的兄弟了，多说点好话讨好一下，他不会不管你的。听见没有？我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干嘛？听见了。走。
小雨，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妈，我上次不是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吗？但是发货有点晚，现在才到。当当当当，快看！这是妈，这是我勤工俭学，一点点攒钱给你买的。我看你打扫卫生、托运垃圾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当时我也没想着我能进林氏集团，不过买都已经买了，我没关系，妈很喜欢。妈很久之前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一辆三轮车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小雨，谢谢你。妈喜欢就好，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赚钱。等下次我送你的时候，就是一辆小轿车了。对了，妈，顾总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今晚要举办庆祝林家夫人回归的晚会，他还点名让我去呢。这是好事啊，说明顾总器重你。而且啊，我还可以见到大名鼎鼎的林家夫人。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她了，她是我们京城数一数二的女强人，她才是今晚的女主角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妈，那你……小雨啊，妈说过，你不用事事为妈操心。我不是可以骑着你送我的三轮车回去吗？那我去了啊。小雨，你是个温柔善良的好孩子，但有的时候啊，要学会借势，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才能打击恶人的嚣张气焰。知道了，妈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傻孩子，今晚你才是主角。夫人，请上车。夫人，这是小雨送我的三轮车，少爷有心了。这是我这辈子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小顾，你安排一下，把这辆车作为我林氏集团乃至整个林家最重要的藏品，把它带去现场。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小雨在我心中的位置。明白，夫人。今后更是要每日为养，我不允许他的身上落一粒灰尘。好的。对了，晚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我们可以晚点过去。现在各部门已经到齐了。好，先送我回去换衣服吧。这怎么有辆三轮车，还搞得很珍贵的样子？不会是谁弄错了吧？你看都围起来了，这辆三轮车不会对林氏集团有什么特殊意义吧？这可是夫人亲自要求珍藏的三轮车，其珍贵程度比我们这些人都重要。那可不，今晚这三轮车要有什么闪失，不得人头滚滚啊！放心吧，哪个部长演的，改中这车？就是，哎，算算时间，顾总他们应该快到了，我们赶紧去迎接一下吧。来，走走走。这不是我送给我妈的礼物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周宇，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呀！居然敢把这堆垃圾带来林氏集团的晚宴上。没有。哼，这堆垃圾可是你足足攒了1年的钱，还精挑细选之后买的，跟个宝贝似的宠着。实际上呢，花了还不到1000块。周宇，你的格局就这么点儿啊？你确定这破烂是周宇弄来的？干妈，肯定是他。这个破三轮绝对是周宇买的。这个穷鬼跟个白痴一样，整天拉着我去选那些破三轮，
嚷嚷着要让他那个扫大街、捡垃圾的妈轻松点，最后就选了这辆。有意思啊！把送给另外一个女人的垃圾玩意儿摆到自己金主的庆祝晚会上，这是在打夫人的脸啊！周宇这是在找死啊！这对夫人来说，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是啊，我们这么高端的晚会出现了一辆3轮车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林氏集团的脸不都得被丢光了？这3轮车摆在这儿，确实太扎眼了，拉低了整个晚会的档次啊！这人谁呀？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！这个人就是新上任的林氏集团董事长秘书。原来是他，集团居然会让一个分不清场合、给集团丢脸的人当董事长秘书，会不会是董事长和顾总看走眼了？干嘛？事到如今，我看咱们也没必要放下身段去求周宇了。况且周宇这个人小肚鸡肠，就算我们去讨好他，他也未必会原谅我们。不如就趁着此次周宇作死的机会，把他弄烂弄臭，让他失宠。这样，我们维护了夫人的尊严，夫人自然会感谢我们。到时候，这50亿的订单不就回来了？有道理啊！真让我反过来巴结一个穷小子，老娘这么多年的名声不就毁了？现在直接把周宇摁死，直接巴结了夫人，又报了仇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干妈英明，周宇，你完了！你做的这些事，夫人都保不住你。今天，我就要为夫人的晚会清理垃圾。赵鑫，别动我给妈的礼物！急了，现在知道承认了。我从来都没有不承认。我，哎呀，妈妈，你辛苦了。周宇，我说你是不是现在还没断奶啊？一口一个妈妈妈妈的叫着你，丢不丢？既然被包养，就别谈独立人格，要么就好好去伺候夫人，要么就跟着你那个妈去扫大街，别整天朝三暮四的，惹辱了夫人，你10条命都不够死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穷鬼就是穷鬼啊，送的东西都这么寒酸，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，敢把它摆在我林氏集团的晚会上。我碰着垃圾都嫌脏。我说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我妈的礼物会出现在这里。还在装？你以为你是董事长秘书就能给你那穷鬼妈抬身价吗？谁听到你有一个下贱的扫大街的老妈不犯恶心呢？各位，你们说他有没有资格胜任董事长秘书的职位？有没有资格成为夫人的身边人呢？没资格。听到了吗，周宇？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弃子了，赶紧滚回去做你的下等人，不然的话，小雨，有些人会把你的容忍当做软弱，所以有的时候就该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不是可以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小雨，你是个温柔善良的好孩子，但有的时候啊，要学会见识，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才能打击人的嚣张气焰。不然怎么样？你敢对我动手？记住，这才叫动手！他妈敢打我！还敢在林氏集团的晚会上打人，你找死！你干什么？我没有资格。你赵鑫又算是什么东西？我是林氏集团总裁顾书行顾总亲自办理入职的董事长秘书。这次的宴会也是顾总亲自打电话邀请我参加的。我试问在场的各位，谁比我更有资格站在这里？
这好像还真是。董事长秘书可是位高权重啊。他那就是狗仗人势。这是顾总亲自给我颁发的工牌，上面有我职位的证明。那你呢，赵信？我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没有资格，那请问你站在这里，你又有什么资格？你是林氏集团的员工，那请你把你的证明拿出来。对呀，我们都有工牌，要不然可进不了这门儿。难道他压根儿不是林氏集团的员工？那他凭什么管我们林氏集团的事啊？就是。干嘛？慌什么？一个董事长秘书的名头就把你唬住了，多大点出息！干嘛？可是这个蠢货，越是把夫人赏他的职位拿出来说事儿，他就死得越快。干妈，您的意思是？董事长秘书不就是夫人的贴身禁脔吗？你敢把送给其他女人的破烂摆在夫人的晚宴上，还敢抬出秘书的职位来压我们这些为夫人鸣不平的人？这夫人要是知道了，该是何等的震怒！没错，居然还敢拿董事长秘书职位的事来说事，那就意味着你会死得更惨。是啊，这不相当于是拿着夫人恩赐的东西，反过来羞辱夫人吗？差点被他吓住了。没夫人，他算个屁呀！夫人对他那么好，他还弄个破三轮车来丢夫人的脸，简直是个白眼狼。这个职位和夫人又有什么关系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被包养了还想立牌坊呢？什么包养？够了！各位，你们心里应该清楚，如果没有夫人，你们能安稳的在林氏集团吃上饭吗？所以你们能眼睁睁的看着夫人受辱吗？不能。那这堆垃圾应该怎么办呀？好，那我赵兴今天就带这个头。这次如果愿意主动替夫人出气的，夫人要是知道了，一定重重有赏。住手！放开我！对，把他给我摁住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攒了1年的心心念念要送给他那个穷鬼老妈运垃圾的车，是怎么被我一点一点的砸成稀巴烂。周宇，我承认你确实有点本事，居然能傍上林家夫人。原本我对你应该是俯首称臣的，可惜啊，谁让你的心里一直放不下那个没本事的老女人林希月呀？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早点跟她断绝关系，不就没那些事儿了吗？这事和我妈和夫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非要找个由头来对付，那你们就冲我来，一动我送给我妈的生日礼物。到现在你还一口一个妈的叫着。周宇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林希月一定会拖你后腿的。这才几天呀，不就应验了吗？周宇，我真的很想收拾你，但是打你一顿真的太没意思了。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，我要让你彻底坠入地狱，让你这辈子永远都爬不起来。赵兴，我跟你没完！老郑，不就是一堆垃圾吗？你还真当个宝啊！我现在一想到我跟你当过兄弟，我他妈就觉得丢人，丢人！赵兴，赵兴，小雨送的礼物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夫人，都安排好了，我已经通知高管，少爷送的礼物
就是我们林氏集团最珍贵的藏品。您呀，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小雨送的礼物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这个在林氏集团干了20年的总裁，恐怕都得下课。夫人您就放心吧，要是真出了问题，我主动请辞。好了，专心开车吧。好的。赵兴，你们再不动手，这功劳可就全是赵兴的了。到时候夫人论功行赏，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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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宇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窝囊样子，不就砸了你一辆破三轮车吗？啊！你把你的董事长秘书好好他妈干着，1个月工资够你买多少辆啊？这是我真正意义上送给我妈的第一个生日礼物。你放屁！我看你啊，就是你的那点小心思被我们给揭穿了。夫人即将震怒你，害怕了，你不会动，永远都不会动。喂，快来看他哭了，他哭了，一个大男人哭了呀！你他妈真是个窝囊废！顾书欣，你就是这么办事的？顾书欣，你就是这么办事的？顾总来了，这下周宇完了，看他还敢嚣张，这下有好戏看喽。顾总，您来了。这是谁砸的？哦，这是我带头砸的。我还有我。你们，顾总，这件事儿啊，是我在全程监督指导，维护夫人还有林氏集团的脸面，提前清理这堆垃圾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是你带头砸的？没错，是我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砸我林氏集团的珍藏！顾总，小雨，妈，没事吧？妈，对不起，我送你的礼物被……顾总，您为什么要不会？我千防万防，就是没防住你一个被集团封杀的废物，也混进了我们集团的晚会。顾总，这周宇这个穷小子买来送给这个臭扫地工的三轮车，最多也就只值1000块，怎么可能会是林氏集团的珍藏啊？这可是我们林氏集团有史以来最珍贵的藏品，是无价之宝，你们就这样砸了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怎么可能？这车不是周瑜买的吗？他买的东西怎么可能成为林氏集团的珍藏？小声点，没有听到是顾总他们亲口说的吗？顾总，我们砸这个车都是为了夫人的。没错呀，顾总，我们绝对是为了夫人。周宇这个穷小子把这破三轮带来林氏集团的晚宴，这分明就是对夫人赤裸裸的侮辱呀，顾总。为了夫人，你们知不知道这辆车就是夫人亲自下令列为林氏集团永久性珍藏？什么？不可能，
夫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送给其他女人的破三轮呢？呵，能不能动一动你们的猪脑子？除了夫人下令，还有谁能把这辆车摆在最醒目的地方？还专门设了围栏，拉了红线，就是为了凸显其重要性。你们还敢砸？顾总，各位老总，都是他们让砸的。没错，他们说周董秘专门用这辆车来侮辱夫人，我才出的手。看来就是被这两个贱人给骗了。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！你们全完了！我们要见夫人。对，夫人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的，顾总，一定可以。我呸！你们这种货色也配见夫人？夫人离开林家10几年，除了顾总和几位股东，我们都没资格见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无需夫人出面，我们就能让你们死无全尸。顾总，我都是被赵兴这个有眼无珠的狗东西给误导了呀！是他口口声声说这车是周宇弄来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林氏集团的珍藏啊！顾总，这辆车我连动都没有动过一下，你放过我，我一定让赵兴生不如死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闭嘴！上次面试的时候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没想到你竟然不知悔改，动土动到夫人头上！我宣布，即日起取消你与林氏集团的一切合作资格，从林氏集团赚的每一分钱都给我原原本本的吐回来！顾总，还有你，赵兴，立刻公布赵兴全部信息，以林氏集团官方名义对此人进行全方位的封杀，全京城乃至全国，不管是公司、企业，甚至是个人，谁敢录用此人，便是与我林氏集团为敌。完了，我彻底完了。还有你们，全部被开除了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秘书，你帮我跟顾总求求情，顾总肯定会听的，好不好？小雨，小雨，妈，你帮我劝劝小雨好不好？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妈。林氏集团要是封杀了我，那还不如让我去死呀！妈，只要你们能放我，就放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话，当一个乖孩子，好好孝敬妈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幸福的一家三口，我们好好在一起。好好在一起过日子，好不好，小鱼？滚开！当你伤害妈，对她恶语相加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赵鑫，你之所以认错，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而是你知道你完了。今天你的这个下场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我和妈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小雨，来人！不，把他们全部给我扔出去！小雨，不要！你帮我跟顾总求求情，咱们以后一定一家人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呀！小雨，顾总，顾总。终于清静了。我刚才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还好没有一起上去砸车，不然我也完蛋了。是啊，那赵兴看着跟神经病似的，信他的才是傻子呢。这就是周宇的妈妈呀，这么漂亮又有气质，不像赵兴口中说的那么不堪。而且她是跟顾总一起来的，身份地位肯定不低。以后我们呀，可要对周董秘和他的妈妈放尊重点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我们去整理一下吧，尽可能的恢复它。谢谢顾总，我来吧。我们也去帮忙。走。夫人，是我不好，在您3令5申之下，
我还是让少爷送您的礼物出了问题。即日起，我引咎辞职，以儆效尤。东西已经这样了，你辞职能让它复原吗？夫人，之前的话我就是随口说说。你为林氏集团兢兢业业20年，尤其是在我出走的这15年里，若不是你追制了林氏集团，恐怕它早已不复存在。尤其如今我回归林氏，少不了你的支持，我不会因为这事儿开除你这个功臣的。夫人，我以后少说多做吧。是。夫人，现在需要把您的身份告诉少爷吗？先缓一缓吧。小雨刚受了打击，这件事情太大了，我怕他消化不了。这些就是林氏集团现在的班子，他们底子干净，夫人可以放心用。忍不齐吧？还是夫人慧眼如炬，确实有几个人不来。职位最高的是集团副总赵建成，他是二股东郑成的人，是吧？夫人都知道了。这2天集团的情况我已经全面掌握。这个郑成10几年前就不老实，更别说我走了这么多年。此次回归，他那早已蠢蠢欲动的野心，怕是藏不住。是的，我能压制住赵建成，但却压制不了林氏集团2把手郑成。这些年，要不是有原股东和其他股东牵制，林氏集团恐怕……最近郑成的动作越发强烈，所以我不得不把夫人找回来。放心吧，15年前我就察觉到了他的狼子野心。你是了解我的，面对威胁，我不可能不做打算。等着吧，郑成跳出来的那一天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太好了，夫人。干妈，干妈，你没事吧？干妈，慢点。快点叫我干嘛？你这个晦气玩意，你可把老娘害惨了！如果不是老娘现在还是林氏集团的合作方，我的钱，我的地位，全都没了。都是你害的！你不是说那辆拖车是周瑜买给他那扫大街的穷娘的吗？为什么会被林家夫人作为珍藏？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干妈。这破扫帚就是周瑜的，他刚刚也都承认了他。莫非夫人对他的宠爱已经到了那种地步，不仅不在意周瑜拿三轮车羞辱他，还把那个破扫帚供起来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的那个好养母跟林家夫人也有关系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跟那个老女人在一起生活了整整15年，我亲眼看着她扫了15年的大街。她如果真的有这层顶天身份，那她又为什么带我们过那么多年的苦日子？我也不可能不知道的。况且，你看她和周瑜那个抠搜样子，连一辆破三轮都视若珍宝，砸了还哭哭啼啼的。这分明就是下等仇人吧？那一定就是周瑜了。那个穷鬼到底有什么魅力？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，我的一切都没了。再清楚，没人能对抗林氏集团。赵希儿，你现在跟一条臭虫没什么区别。我现在这样，你也不会好过。这么多年，我多少还是有点底蕴，有不少道上的人脉。你把我害成这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干妈，干妈，我知道我犯了错，我也不奢求您的原谅。但如果您弄死我能挽回这一切的话，我赵青绝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干妈，我对您一直都是心怀感恩的，虽然落到了如今这种地步，但至少干妈你也带给过我希望。现在落魄了，正是我报答干妈的时候啊！对一个被林氏集团全面封杀的废物，你拿什么报答我？
干妈，我好歹也是清北的毕业生嘛，他顾书欣就算是全国封杀我可以跑到国外，我还是可以赚钱的。以后就让我来供养干妈。干妈，虽然我赵信没有什么别的优点，但我唯独懂知恩图报这4个字。只要干妈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万分努力。我们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呀，干妈。干妈，我知道你肯定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斗不过林氏集团，但周宇和林希月那对母子却依旧是普通人啊。我们好好缓一缓，再收拾他们，到时候狠狠出这个恶气。起来吧。谢谢干妈，谢谢干妈。这不是林氏集团副总郑县长郑总的专属座驾吗？那个赵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滚开！赵总，儿子，他终于找到你了。儿子，儿子，赵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儿子，你小的时候被拐卖了，爸爸足足找了你20几年呀。前段时间你不是想进林氏集团入职吗？刚好被我的人看到了你的资料，发现你长得跟我很像，所以想办法做了 DNA。这是 DNA， 你看。你是我儿子，你是我亲生儿子呀！赵总，您真是我爸呀！爸，原来我有爸呀，我不是孤儿呀，爸！太好，太好了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赵兴的亲生父亲竟然是林氏集团的3把手，小兴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我看看，儿子，最近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有个叫顾书行的人，他联合一对穷酸母子，为了一个破3轮车，不仅动手打我，还把我全国封杀了。我现在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着了。什么？这个顾书行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欺负我儿子！放心，爸一定为你报仇。可是爸，这顾书行是林氏集团的总裁呀，区区一个总裁而已。你爸我虽然是副的，但我是股东的人，他在股东面前，这顾书行就是个打工的。没错，赵总，只要您跟郑总说一声，让郑总出面，这小小一个顾书行也只能乖乖的等死。你是谁？赵总，我叫甄甜甜，是小新的干妈。干妈？哦，对，我之前也是林氏集团的合作方，这小新进林氏集团还是我一手促成的。这说到底还是您找到亲生儿子的功臣呢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感谢。哎，不用，不敢了。您只要让郑总恢复我林氏集团合作方的资格，然后再多给我几笔订单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儿子，郑总呢打算招你成为他的女婿，把郑家的千金嫁给你。真的吗，爸？当然是真的。和郑总成为一家人，这以后就是你我父子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这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，要是被郑总知道，下场是什么，你应该知道。爸，我小的时候生活特别艰难，又想进步，这个老女人就威胁我说，只有我跟她在一起才能进入林氏集团，不然就要找道上的人弄我。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所以才……什么？好大的胆子啊！赵兴，你胡说！是你主动讨好我，当初我给了你选择的机会，是你自己选了我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向我施压？我那会儿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你搬出你林氏集团合作方的身份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爸，
我和郑甜甜之前的事可千万不能让郑家千金知道，这个人留着太危险了，不如就把他。赵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还说你要好好报答我吗？报答？郑甜甜，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，你这种脑子是怎么拥有现在这一切的？我说的话你也信啊？我无非就是想着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而且我又被全面封杀了，只有靠你，我才饿不死。而现在呢，我的亲生父亲是林氏集团副总裁，我未来的岳父是林氏集团的大佬，我的前途已经一片光明了。你这个老女人，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一点利用价值，反而还有风险，自然要把你掉。我之前对你那么好，你现在发达了，你不想着报答我就算了，你我有竟然说你对我好吗？那是你自己贱，是你自愿的。你说我是出来卖的，你他妈连卖的都不如。大家都是各取所需罢了，我可不欠你什么。幸运说的没错，赵兴，你就是个要不熟的白眼狼。你现在才知道啊，晚了。爸，动手吧。包总，处理干净点。儿子，当断则断，没有妇人之仁，不愧是我赵建成的儿子，能成大事儿。那还不是因为虎父无犬子，我爸就是上位能人，我这个当儿子的，那我当然不能给当爸爸丢份啊。好，好，儿子，郑总呢准备夺权，老董事长已经死了，而林家夫人是一介女流之辈，不足为患。届时，你父亲我会成为股东，而你岳父是占股东最大的新任董事长。那我呢？你爸爸我是股东，你又是董事长的女婿，林氏集团总裁之位自然就是你的啦。谢谢爸，快起来吧。郑总呢，明天举办你跟他女儿的订婚宴，会邀请林氏集团所有的高管以及大小股东参加，到时候新仇旧仇咱们一起算。太好了。对了，爸，林氏集团的董事长秘书周宇是我的生死大敌，明天的订婚宴，您能不能让他也来参加呀？放心吧，爸会安排好的。谢谢爸。周宇呀，周宇，你做梦也没想到吧？就算是顾淑群又如何呀？就算是林家夫人又怎样？你这个靠女人上位的废物，等死吧！对不起妈，我送你的礼物实在是损坏的太严重了，真的修不好了。没事的，小雨，赵鑫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以后你好好工作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就是对妈最好的礼物。好。对了妈，我送你的礼物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还有，夫人为什么也会这么看重这个礼物啊？是这样的，夫人听了你和你母亲的故事之后，深受感动，所以就把你送给母亲的礼物放到了晚会上，是想让其他同志知道什么叫礼轻情意重。本意是让大家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这是夫人亲自安排的东西，没想到被几个不长眼的搞砸了。这样啊，那夫人为什么不露面啊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夫人肯定不愿意露面也是，夫人和我们普通人肯定不一样。对。小雨啊，你明天就要开始上班了，今天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。
那顾总，我和我妈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今晚实在是谢谢您了。不客气，明天见。走吧。走。进。夫人，赵成的女儿和赵建成的儿子要举办订婚宴，赵成叫了公司所有的高管以及其他重要成员，恐怕那几位股东也会到场。订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看来郑成是准备动手了，才找了这么个由头，把所有人聚在一起，打算明目张胆的逼宫。你先过去，我这一会儿就好，你也不用紧张，这不是红莲，而是郑成等人最后的舞蹈。好的，夫人。对了，小雨的身份有人知道吗？除我之外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甚至公司高管都不知道您的身份。有几位老股东可能认识您，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少爷的身份。那就好，先去忙吧。必须的。亲娘呀，他就是仗着董事长的秘书，欺负我们家儿子的周瑜。董事长秘书，那个老女人的人呢？哼，那今天就得拿她开刀。恭喜郑总、赵总。周宇，你说你这兄弟是怎么当的呀？你要恭喜，怎么不直接来恭喜我呢？你不是被顾总封杀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要是没有我，你觉得这订婚宴能办得起来吗？周宇，你以为你能一脚踩死我？可你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的亲生父亲居然是林氏集团副总林建成。什么？不仅如此，我马上就要和妍妍订婚了，马上就能成为林氏集团股东郑总的女婿。爸，你这股东怎么当的呀？怎么随便一个人都来欺负我陆空夫了？哎呀，乖女儿，我这不是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碎给你们叫过来了吗？你们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啊，随便。原来你们叫我来这订婚宴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不然呢？你居然敢打我的儿子，你认为我会放过你吗？我欺负他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周野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身份是你这辈子都无法逾越的高山，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差距。你懂不懂什么叫血溶于水啊？懂不懂什么叫你生来没有的，你这辈子都不会，而我生来就高贵，你周宇永远只是一个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底层废物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愿意给我跪下道歉，好好的求我原谅，再和那个扫大街的拿断绝关系，我可以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，给你一个给我当狗的机会。真是搞不懂，你这种逼精神，到底哪来的胆子欺负我未婚夫啊？明明是他忘恩负义，对养育了他15年的养母大打出手，顾总封杀你，纯属活该，活该！你们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，就是一个破扫大街的，也配养我的儿子，简直造了我们张家的血统。要不是我妈给了他一碗面吃，他早就饿死街头了，哪里还等得到你找到他？原本我还好奇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他这种忘恩负义、丧尽天良的人？现在我算是知道了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想到竟然还是块硬的。敢对我妈这么说话，她可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得尊称她一声赵总。赵信，我不像你，我不会因为别人的权势和地位，马上就变成一副无言必息的嘴脸。
周远，别以为你有夫人和顾书轩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。我告诉你，林氏集团马上就要变天了，他们也保不住你。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撑腰，我只在乎最基本的道义和良心。良心、道义，能当饭吃吗？啊，我们走到今天，哪个是靠道义和良心？只有你们这种下等人才会在乎这些所谓的东西。还好我儿子及时聪明，和你们划清了界限，敢纠缠就该打，打死都活该。蛇鼠一窝。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稍微有一点权势就目中无人、嚣张跋扈的人了。爸，你可得为我们出口气啊！亲家，如果你们连这一个无权无势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都收拾不了的话，我觉得我得慎重考虑考虑，把我女儿嫁给你儿子是不是一件正确的选择？亲家，您别着急，你等我看啊！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的糊涂有多硬。来人，还上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不要太过分。他毕竟是夫人的人。夫人，你知道站在这儿的是谁吗？啊！他周宇跟夫人非亲非故，只不过是一个随时丢弃的玩物罢了。你认为夫人会为一个小白脸得罪林氏集团第二大股东，跟他撕破脸皮吗？啊！跪下！我只跪天跪地，跪对我有养育之恩的母亲。这种咬人的野狗也配我跪？你找死！妈的，我操！为什么大家不还得跪？硬骨头！你他妈再硬，老子也能给你碾碎！老公真棒！哎呀，今天是你的好兄弟大喜的日子，你不敬他一杯酒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。你动不了，那我这个做长辈的就帮帮你。不客气。哎呦，你这个好兄弟，看样子是没有喝好啊！来，大家一起过来。张梅成，够了，非要闹出人命，你才高兴？孙总，我们处理自家的事，不劳您费心了。他好歹是夫人的人，你们就不怕夫人问责？哼，夫人，就算他现在到这儿，他也得感谢我，帮他教训这个不守规矩的废物。我郑成的女婿，有几个人敢得罪？怎么，你们看不惯是吗？哎，看不惯，你们过来替他喝呀！来呀！继续。来。我操！你他妈敢弄脏我的衣服！我操！妈的！操！周宇，你现在像不像一条被宰的猪啊？你说你拼死抵抗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！你这种人，就只有被我们这种有钱人踩在脚下蹂躏的份儿，只能乖乖受着，才能让你痛快一些。不过你放心，等老子收拾完你，你那个好妈妈跟你一样，跑不了的。我赵兴向来有仇必报，
之前所受的所有屈辱，今天我必将百倍奉还。赵兴，你敢动我妈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鬼？你现在不就是鬼吗？穷鬼啊！不过你没有机会了，今天老子就要让你神魂俱灭！住手！哦，林氏集团的大总裁终于来了呀！来，顾总，好大的胆子，晚会的事都忘了吗？还敢动小雨？顾总，现在早已今非昔比了。像这种身体里永远只流着穷贱血的这种下人，就算是攀上再高的高枝，在我眼里和臭虫没有任何区别。要是我心情不爽，随便踩死就行了。赵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顾总，别来无恙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儿子赵兴。你儿子？这么说，今天和郑成女儿订婚的，就是赵兴？没错，是我。我说顾总啊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奇妙啊？上一秒你还威风八面将我封杀，要堵住我所有退路，可你没想到吧？下一秒我就成了股东的女婿，你好大的总裁，好不得了。现在呢，不也得给我们家打工？顾总，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，赶紧滚吧，别再扰了我们的兴致。你们把小雨伤成这样，夫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事到如今，夫人面对那可是3把手和股东，你觉得他会为了他包养的这么一个小白脸来跟我们大动干戈吗？包养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小雨的母亲就是夫人。不就是认了个干妈吗？我那个干妈现在应该已经不知道在哪儿投胎去了，能有什么事啊？谁在乎呀？不过周宇啊，你是真能装啊！当初还一口一个我是不会放弃我妈妈的，我是不会，可结果呢？也认了个干妈妈。感情是钱没给够啊，周宇。我发现你还真是又当又立，比我还下贱。不，赵兴，你听清楚，夫人就是你们的养母。郭书行，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的地位比你高，你不服？你他妈疯了！居然敢说一个臭扫大街的是林家夫人，林氏集团董事长。这个跟我儿子作对的小废物，我调查的一清二楚了。养他的只不过是个老废物，就配扫扫大街、捡捡垃圾。顾总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如果他妈真的是夫人的话，我们会肆无忌惮的动手。言尽于此，你们爱信不信，你们只需要记住，你们的好彻底到头了。小雨，我们走。郭书行，人你带我走。我记得你在林氏集团也有20多年了吧？怎么着也算是有点本事。如果你现在从这儿离开，不要多管闲事的话，等我入驻林氏集团，这里依然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听到了吗，顾总？等我当上了总裁，可以让你在我的手底下混口饭吃。郭书行，看到了吧？现在的形势很明朗，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劝你不要冥顽不灵。开什么玩笑？林氏集团还姓林，你们就开始做起改朝换代的美梦了？郭书行啊，我现在掌握着林氏集团20%的股份，仅次于林氏那个女人。整个集团有1半的人都是我的。
你觉得这帮以利为先的家伙会不会向我靠拢？而且我现在手里的股份加上他们的，已经远超过那个女人，让她下台不是易如反掌吗？那我只能说，你的想法太简单了，夫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哼，一个女流之辈，除了等死，她还能做些什么？林氏集团是怎么起来的？完全是夫人在背后操作。当年老董事长不过学了一点皮毛，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如今看不上夫人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能力和夫人比起来，远远不如。你敢说我不如那个女人？不仅不如，你给夫人提鞋都不配。好你个狐仙，这是你自己把路走错，那你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看着你那个好夫人，她是怎么惨死。你让不让看？你要是不让，连你一块说。郑总，之前姑且算是你们处理家事，顾总可是我们林氏集团的总裁，要是有了他，就怕寒了人心。寒心？用不了多久，整个林氏集团都是我说了算。大不了换人就是。我现在最缺的就是人。没错，顾书行就是林老夫人家里的一条狗，所谓是忠心耿耿的。我们上位，那就必须先除掉这个当道的忠犬。公，我爸都生气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什么？这个。顾总，赵兴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会百倍千倍的偿还。你苦苦追寻的一切，不管是名利还是地位，最后都会化作一把尖刀刺向你的心脏，让你万劫不复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！我亲爹可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我岳父马上就能成为林氏集团的下一任董事长，而我也即将取代你成为新任总裁。谁能让我万劫不复啊？你吗？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！顾总，想替周瑜挡刀是吗？可以啊，那就看看你能挨多少下。顾总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你的。我。你刚才的威风呢？霸气呢？怎么一点还手之力都没了呀？你的保镖呢？就出来打我呀！顾书行，我告诉你，你在我岳父面前，赵鑫，你够了！哟，你这个废物还能说出话呀？看来你还是伤得不够重。给我拉住！不要！哎，住手！郑成，快，你叫赵鑫住手，不然我让你们不得好死！哼，够了！好，好！只要你们放我小人，我什么都答应你们。只要你们放我小人，我什么都答应你们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很好。算你小子命大，让你多活一会儿。就算你们现在逼我屠城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被逼的，我是不会给你们做任何事情的。我又不是一个女人，不需要你对我一心一意。把这个签了，拿着呀。啊，然后把你在林氏集团的股份转让给我，同时再把林氏那个女人的百宗罪控告书上签个字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跟周瑜。
林氏集团股份只有1%，就算给了你，那又怎么样？至于你说的控告书，完全是你们虚构捏造出来的。就算我签了字，是你们逼我的。这帮人不过是一帮墙头草，他们现在都在观望，他们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被逼的。等你这个总裁把这个字儿签了，你觉得他们还会犹豫多久？啊？哼！至于控告书，林氏集团一共有好几万人，在场的才有多少？你的夫人消失了15年，你觉得现在有多少人会跟你一样忠心耿耿？只怕在他们的眼中，你的夫人不过是一个无心无德、丧尽天良的老妖婆罢了。你好恶毒，好狠的诏书！顾书行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20年，这20年我步步为营，必定要做到万无一失。顾书行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在我的眼里一直就是个变数。我为了这一点一直都觉得头疼，我应该怎么让你签这个字？我甚至都想到我要摁着你，强行让你低头。可是今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竟然会这么在乎这个小白脸，而且是毫无保留的要保护他。你这是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啊！所以今天这个合同签了。签呢？不走，不要！是夫人最主要的人，就算失去所有，我也要保下你。从今以后，林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有我在，谁也休想染指林氏集团，谁都休想染指林氏集团。夫人，少爷，别担心，我没事。这是谁啊？夫人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少爷。我没有想到，赵建成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，竟然是赵兴。那个臭扫大街的还真是一魂不散，居然敢跟到这儿来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既然你这次来了，那我也就不赶你出去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林希月，你绝对没想到吧？你以为你的儿子傍上了夫人就可以安享荣华富贵？你做梦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集团3把手的儿子，集团2股东的女婿，你们始终比不上我。夫人，原来她真的是夫人，难怪把那辆车放在晚会上，被砸之后，顾总会震怒。她确实是夫人。15年前呢，我是部门小组长，与夫人见过一面，只是过去了这么久，我还没认出来。不是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管一个臭扫大街的叫夫人？夫人白手起家创业时，我们就在她左右。你觉得我们会看错？你还是问问你的岳父吧。爸，你的这个养母就是林希月。是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爸，我没事跟你讲一个臭扫大街的干嘛呀？难道她真的是林家夫人？她真的是林氏集团董事长？这不可能！
这绝对不可能！陈霍，你是不是应该想一想，夫人是不是也幸福？你更应该想一想，夫人离家15年，而你们是什么时候被收养的？我不信，我不信她是林家夫人。如果她真的有如此权势，为什么要带着我们过那种苦日子？为了学费，一天24个小时，20个小时都在干活。不信，我不信她是林家夫人。夫人也是因为变故才离开了林家，我也是在你毕业之前才找到她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？我决定回到林氏集团的那天，刚好是你的毕业典礼。我原本是计划把你们列为林氏集团的管培生，并当众宣布我的身份。但是赵信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说过，你苦苦追寻的东西，其实一开始就有。你原本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已经拥有一切。但是现在，你亲手毁了你的前程和富足的生活。我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！林希月，你别得意，我现在也不差，我根本不需要你这个林家夫人的妈。我有亲爹，我有岳父，从今天起就能把你赶下台。林氏集团照样是我的，你和周宇始终都会被我踩在脚下。有什么区别吗？不就是绕大一个圈子吗？你们的结果都是死。我女婿说的话你听到了吧？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周宇的养母。当然，结果都不会变。我已经掌控了林氏集团最主要的岗位，而且我还持有集团20%的股份。就算顾世杰没有签字，我在集团的话语权也仅次于你。诸位，我在这里承诺，只要你们把你们的股份转让给我，等我掌控了林氏集团之后，我不仅会返还你们的股份，而且每个人会追加5个点的分，让这个林希月滚下去。我们自己成为集团的话事人，难道不好吗？只要你们同意，她林希月就会下台。她老公已经死了，她就很久没有去过林氏集团了。她对林氏集团的掌控力微乎其微啊！你们想一想，难道她还有以前的商业天赋吗？如果她重新上台了，铁定公司要倒闭。你们手里拿了合同没有变现，何不直接转给郑总？我劝你们不要不识好歹。怎么样，李旭？你根本就够火，是吗？自己好好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爸，怎么了？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没有什么不可能。镇主，在我离开林氏集团之前，我早就察觉了你的狼子野心，所以我处处防着你，给你的持股比例中注入了很多死股。一旦你开始暴露野心，即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增加持股，那么防御机制就会自动触发。表面上看起来你是有20%的持股，但是剔除了死股和被稀释的部分，你真正的持股份额也就只有0.001%而已。0.001%的股份就妄想撼动我的地位，你做什么摆设？真的？这是真的？爸，我们怎么就只剩那么点股份了？难道说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多少钱了？不要，我不要当穷人！爸，都给我闭嘴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谢谢。
你以为你步步为营，拉帮结派就能造反？殊不知，你的命门早就攥在了我的手里。至于你说的，你的人掌握了重要岗位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来之前已经将他们全部都开除，整个林氏集团已经大换血。不愧是夫人，看到夫人依然有雷霆手段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是啊，夫人此次归来，才是真能带领我们再创辉煌。我们对夫人绝对是忠心耿耿。没错，既然夫人回来了，我愿意将持股份额降低30%，转让给夫人。夫人能带领我们继续前进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也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们，夫人，我错了。闭嘴！正直，赵建成、郑源，还有你这些正直的帮凶，这些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无恶不作，滥用职权、贪污受贿也就罢了，甚至还草菅人命、毁尸灭迹。我已经把相关的资料整理好，移交给执法局。不要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把他们带去执法局。不要。夫人，夫人，我错了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饶了我吧，夫人，夫人，放过我吧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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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错了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老公，救我！妈，妈，儿子。妈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当初我离开林家，是因为你弟弟被我丈夫害死，我心灰意冷，一心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所以才做起了环卫工人。之后，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跟你坦白身份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，对不起。妈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无法改变你含辛茹苦将我抚养长大的事实。所以，妈，你不用道歉。因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是那些恶人三不相逼，我又怎么会怪你？好孩子，我林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林家主母，在此郑重宣布，将周宇列为我林氏集团继承人。我当初没有想起我的养母，如果我和周雨意，我也能享受这些荣华富贵的。我原本是林家大少，我也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啊！都是我咎由自取，我错了，妈，我错了，妈。但是世界上没有不会。诸位看清楚，赵鑫就是最好的例子，请大家珍惜眼前人。